上次的你们知道我不会念。心得中主要分享了场中打到惩罚后该如何保持压制，以及除了伤害外的资源收支考量。而这次会以角落位置继续延续 DI 的主题。因为角落没有太多距离的问题，基本上没有特别目的，头锤插喉其实都不会错。单纯的头锤插喉 PP 也能满足伤害压制资源，反而此时用指令头会让下一次的压制难度变高。除了伤害赢了，资源回收其实差不多，但是下一波的起手难度却天差地远。比较一下，哪个压制看起来更简单？收血的话 ，CP 值最高的连段是角落限定双 OD 连段，千消费插喉 ODPP 低空 OD 空抓，花费 4.7 动力，换取 84% SA 以及4290的伤害。SA2 配上双 OD 连段，资源回收非常优秀。而 SAE 有高度跟位置限定，可以利用 SA2 浮空提高高度。下中手空正消费插喉 ODPP SAE 这边就稍微提到连段而已，以后会再另开影片细说。所以靠近角落时打到 DI 惩罚，大部分时候都用头锤插喉，然后随便发挥。确定会死再尽量用摔或双 OD 收血换边。反转角会换边，且能压持续回资源，有伤害，但这样就回到场中了。除非自信力回赢对手，不然还是建议把对手留在角落。跳下重手 PP 千加3，普摔不一定够近，那重手指令头可能需要微步前走一下，或是干脆用走的，可以有更多印子跟空间操作。充裕的印子可以做退扛、防凹、肩抓、parry。而对方大多也会用下中角打退扛，还有 parry 附带或是起身指令头。不过如果压好持续，这些打对抗也是承担风险。持续有压好，也能反 DI。OD 空抓，伤害跟 SA 的回收都更多。前重角压持续挡住负7，大部分情况都无法旋反。大部分大概就比重角尖端压持续再好一点。角落打到可以在前过去打摔。有时候意外打到惩罚，前可以头锤，而前重脚怕的东西，膝盖可以右片后反插合或应对。避免过度展开导致 DI 的主题偏移太远。这支影片就只是浅谈，空抓后前重脚跟膝盖可以形成互补。再来还有 SAE。综合伤害3000，至于打掉对方动力的部分在跳的过程就被抵消很多，所以不重要。SAE 的重点就是绿冲指令头压持续，代表绿冲、头锤、下中脚、膝盖全部都能使用。角落可以前膝盖挡住正3，怕飞下段远的中攻击，但改成直接膝盖可以互补。SAE 后的价值在绿冲压持续，角落动力不够时可以改成前膝盖或直接膝盖，两者互补也可以对应 DI 跟跳。
上墙。没有特别目的的时候，下中手或插喉 PP 能让后续压制很轻松。普通空抓呢，主要是为了 SA， 伤害比 PP 高，通常都是收血用。下中手 OD 空抓。那为何有人可以用插喉接 OD 空抓呢？其实那是因为有高度条件的，挡住跟打到的高度不同，打到的高度是浮动的，而插喉 OD 空抓要有高度才能成立。但空抓后续的压制是很局限的，对手贴近角落时，前中脚会被确反，主要还是只能绿冲，但是指定头也只能抓第二时间。插喉 ODPP 空跳消费正午，也可以用蓄力跳中脚做迷惑。当然要抢血收血回 SS， 只要动力够，双 OD 一直都是老少玩家喜爱的。想要伤害又能继续压持续 SA 是好选择。而且上墙时下中手可以连段。SA2 也可以用下中手，但是上墙已经是浮空了，所以转完后不能接插喉。晕眩一样没有特别目的时，空中头锤、头锤、插喉 PP 不花资源的连段中有伤害加资源，且保证了后续压制，也是最大伤害的起始。不花 SA 的话，最大伤害是蓄力跳中脚，但门槛太高了，知道有这个连段就好。因为现在有更简单就达到接近伤害的连段，只差80，难度跟稳定差很多。如果离角落有距离，该怎么消费？前2次后跳 PP 压着6，体感插喉 ODPP。但是如果离角落太近，对手会比较早撞墙进入晕，前2次会太慢，打到时已经太晚，没办法插喉，完全贴近角落会更明显。所以离角落近时，只能前1次。对手离角落近时，前消费1次；对手离角落远时，前消费2次。虽然克制不展开题目，但还是很长以下是进行实战验证。
最近为了验证，所以有提高 DI 的使用率。确实，如果角落成功，可以提早结束一等，且无论成功失败，都会让对手在后续的对战更注意。那这就跟故意凹一次，让对手配反凹一样。之前的 DI 让对方成了惊弓之鸟，那老上的指令头就更有机会了。要荧幕，绿葱呢？等一下，会死啊！